2024年11月1日起，加拿大实施新的毕业工签政策。今天我们就借着说新政策的一个机会，根据以往的拒签案例，给大家梳理一下毕业工签的申请要求以及应该避免的错误。毕业工签申请虽然本身是一个比较简单的申请，但是在准备、申请以及申请之后，整个过程仍然有很多细节需要注意。为了避免同样的错误再次出现，本期视频我们就来说一说2025年加拿大毕业工签的申请要求和8大雷区，以及回答您现在可能有的一些疑惑，例如怎么满足新的申请要求呢？什么是全日制的学习？学习结束了，学签还有效吗？什么时候应该停止工作呢？什么时候又可以继续工作？最好在什么时候申请毕业工签呢？180天内吗？从2024年6月21日起，加拿大边境就不再受理毕业工签的申请了。 Someone who has temporary status crosses the border to the U.S., returns to Canada the same day, and obtains immigration services at a point of entry. That means they can get a worker's study permit a lot faster than filing with Immigration, Refugees and Citizenship Canada. But not anymore. 因此，去边境当天拿到签证的情形已经成为历史。现在申请工签都需要通过加拿大移民部的在线系统提交申请。按照目前加拿大移民部的审理速度，工签的审理平均要等117天的时间。如果您没有在正确的时间点申请毕业工签，那么在这117天等待的时间里，您都无法工作。如果您还不知道毕业工签是什么， Post-Graduation Work Permit 是留学生在加拿大毕业后申请的工作签证。根据他们学习项目的不同，学习时间的长短，留学生可以获得1到3年的毕业工签。毕业工签是一种开放签证，这意味着留学生可以在加拿大任何城市、任何行业、任何公司自由就业，可以自雇，可以创业，也可以什么都不做。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用的签证。毕业工签的存在也吸引着大量的学生来加拿大留学，也很珍贵，每个人一生只能够申请1次毕业工签。这么好的签证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够申请呢？简单来说，您需要在符合要求的加拿大的学校、项目和专业完成至少8个月的全日制学习。如果您在魁北克留学，则需要完成至少900小时的一个全日制的学习时间。而且通常情况下，您的英语或法语等级还需要达到 CLB 5级或者7级，才能够符合申请毕业工签的资格。我们现在就一边分析这些要求，一边提示大家这里面有哪些雷区您是不能碰的。第一大雷区就是截止在本视频制作的这一天加拿大政府官网上注明的 PGWP Eligible Program 不一定就是符合申请毕业工签资格的学习项目。难道是加拿大政府官网上的信息错了吗？其实这是因为根据新政的要求，您可能还需要读特定专业才可以符合毕业工签的申请资格。我们现在就来具体看一下，要符合申请毕业工签的资格，您在加拿大的学校必须是属于加拿大指定的学习机构名单 DLI List 里面的学校。所有加拿大的小学和中学都是默认有 DLI 资格的，因此他们不会出现在 DLI 的名单上。但是加拿大的高等教育院校并不是都有 DLI 资格的，因此如果您申请大学、学院或者其他高等教育机构时，需要查询您的学校是不是在 DLI 名单里面的学校。如果不是，您是无法获得加拿大学签或者学习许可 Study Permit， 更不要说之后的毕业工签申请了。别着急，我马上会演示怎么查询 DLI 的名单。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在 DLI 名单里的学校所提供的学习项目都是符合申请毕业工签资格的项目。所以除了查询您的学校是否是在 DLI 的名单上，还需要查询您在这个学校就读的学习项目是不是符合申请毕业工签资格的项目。怎么查询呢？我们进入 DLI 名单的查询网站，我会把网址放在下方的描述栏里，输入您的学校的所在的城市和名称，就可以查到这个学校是否在名单上。右侧的显示就表明这个学校所提供的学习项目是否符合申请毕业工签的资格，显示 Yes 就是符合申请资格的。我们可以看到，位于温哥华的 UBC 大学的所有的学习项目都是满足申请毕业工签的资格的，而显示 No 这些学校所提供的学习项目则都是不符合申请毕业工签的资格的。那么显示 Yes 但旁边有 Details
则表示这些学校的某些项目是符合申请毕业工签的要求的。我们点进去以后，显示的这些学习项目就是符合申请资格的。如果您的学签是在2024年11月1日前申请的，那么您的学校是 DLI， 您的学习项目是 PGWP eligible， 这个项目就是符合申请毕业工签资格的项目。但是如果您的学签是2024年11月1日或者之后申请的，或者您的学签申请还没有开始呢，那么您就需要注意我们说到的第一大雷区，即使这个项目已经在政府官网上标明了是 PGWP eligible 的，也不意味着它一定符合申请毕业工签的资格，因为还需要根据您所选的这个学习项目来看您是否需要就读特定的专业，才符合申请毕业工签的资格。除了您在飞行学院学习这一例外的情形项目，那么这类型的项目对您就读的专业是没有任何的限制的。只要您就读的是这些项目，您读任何专业都可以申请毕业工签。学院学习，那么您需要读特定的专业才符合申请毕业工签的要求。例如，您就读的是大学里面的非本科、非硕士、非博士学位的项目，类似于像文凭 diploma 或者证书 certificate 这类非学位类的项目，都需要去读以下6大类的专业才可以获得毕业工签。1. 医疗保健 healthcare。 2. 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也就是俗称的 STEM 专业。 3. 技工 trade。 4. 农业与农产品。 5. 教育。 6. 运输 transport。 这6大类专业涵盖了很多学习项目，您可以通过加拿大移民部的官方网站查询到您就读的学习项目是不是属于这6大类的专业。这些专业领域是通过 CIP 代码 Classification Instructional Program Code 进行分类的。您可以把 CIP 代码理解为是一种对教育项目进行分类的代码。这个分类系统是由加拿大统计局制定的，每个专业下的学习项目都有一个唯一的 CIP 代码，方便学生、教育机构和政府部门进行参考和管理。当然，这些专业和项目的名单可能会改变，例如加拿大移民部在2024年12月17日加入了幼教类的相关特定学习项目。我会把查询网址放在下方的描述栏里，方便大家随时查询。说完了申请毕业工签的学校、项目和专业的基本要求后，我们来说说第2大雷区。如果您想获得毕业工签，那么应该避免就读这6种学习项目，因为它们是不符合申请毕业工签的资格的。1. 学习时长少于8个月的项目，或者如果您在魁北克省学习，学习时长少于900个小时的项目。2. 单纯的学语言的项目，例如 English or French as a second language program。 3. 一般的兴趣课程和自我提升的课程 General interest or self-improvement courses。 4. 线上课程比例超过 50% 的学习项目。因为新冠疫情针对在加拿大境内线上学习的临时政策已经在2024年的8月31日结束了，所以如果您是在2024年8月31日之后入学，或者是在这之后收到了学签申请的收据 Study Permit Application Receipt， 您就不要再选择线上课程比例超过 50% 的学习项目了，因为这样是无法在毕业后申请毕业工签的。5. 私立、公立联合办学的学习项目 Public and Private Partnership。 这类型的学习项目通常是由私立的职业学院，他们借用那些可以提供毕业工签学习项目的公立的机构的名义，向留学生提供的学习项目。如果您是在2024年5月15日后入学这类型的项目，那么就需要考虑转学去学习其他可以获得毕业工签的学习项目。6. 加拿大全球事务部 GAC 提供资金或奖学金，并且要求申请人毕业后返回本国的学习项目。这些项目本身是好项目，但毕业后不能申请毕业工签，因为这些项目设立的初衷是增强国际合作和推动全球的发展，而不是为申请人提供移民加拿大的途径。好了，您现在已经知道如何选择正确的学校、学习项目和专业，以及6类不符合资格的学习项目。那么，当您做好选择，开始上学了，
您就需要注意避免第3大雷区，没有维持全日制的学习状态。您在校期间需要保持全日制的学习的状态，才可以在毕业后申请毕业工签。什么是全日制的学习状态呢？取决于您就读的学校的规定，每个学校的规定是不一致的。通常情况下，学生每学期修读3到4门课程可以视为全日制的学习，少于3门课程则被视为兼职的学习 part-time。 如果您就读的是研究型的硕士和博士的学习项目，通常是被默认为是全日制的学习的。当然，具体的要求还是要以自己的学校的规定为准。通常您都可以在自己的学校的网站上查到本校对于全日制学习要求的规定。虽然有全日制学习的规定，但是凡事都有例外，有3种豁免的情形不属于违反了全日制学习的要求。第一种豁免情形是，如果因为课程的安排导致您在最后一个学期非全日制学习，这种情形下的兼职学习是不会影响毕业工签的申请的。第二种豁免情形是在2020年的3月至2020年秋季学期之间因为新冠疫情您不得不中断学习或兼职学习的情况。第3种豁免情形是，如果您获得了授权休假 authorized leave 终止学习，并且最多不超过150天，这样也是不会影响毕业工签的申请。以下4种情形都算 authorized leave。 第一种 authorized leave 是学校批准的请假，如果您需要终止学习，一定要向学校请假获得批准。第二种 authorized leave 是当您的学校因为永久关闭或罢工，无法正常运行。 I hope they could come to an agreement. I hope. Our objective is to keep the students in the classroom. But that might not happen. 从而您无法正常上课而不得不终止学习。第3种因为转学而终止学习的情形也是属于 authorized leave。 最后一种 authorized leave 是因为您的学习项目的开始时间被推迟而导致的终止学习。需要注意的是，不管是您申请推迟项目或者是学校推迟项目，您都必须在下一学期开始学习，即使那个时候您终止学习的时间还没有超过150天的限期，也必须开始学习，并且您还需要获得新的录取通知书。这个150天的限期是什么呢？这里我们就要说到第4大雷区，终止学习超过150天。不管你是属于哪一种 authorized leave， 您终止学习的时间都不能超过150天。否则不仅会影响您申请毕业工签，还会影响您在加拿大继续学习以及后续的申请。在这里还需要避免的错误是，也就是第5大雷区，在 authorized leave 的期间继续打工。我们知道，在满足一定条件下，持有有效学签的全职学生是可以在加拿大校内和校外合法打工的。但是在 authorized leave 的期间，即使您的学习许可上明确注明你是可以在加拿大工作的，也不能工作，直到您恢复了全日制学习以后，才可以重新工作。好了，说完了全日制学习的要求以及3种豁免全日制学习的例外情形，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另一个申请毕业工签的新的要求，就是2024年11月1日起，申请毕业工签时都必须提交语言成绩。除非您毕业于飞行学校，其他学校的毕业生都需要提交英语或者法语成绩。那么您的语言成绩需要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等级呢？取决于您毕业的学校属于什么样的类型。如果您毕业于加拿大的大学，不管您就读的是学位类的项目，例如学士、硕士、博士，又或者是其他的非学位类的项目，例如文凭 diploma 证书 certificate 的课程，只要您是从加拿大大学毕业的，当您申请毕业工签的时候，您的英语或法语的听说读写4项能力都需要达到加拿大语言基准 CLB 7级。如果您毕业于加拿大非大学类的学院 college 或者是其他学习机构，无论您就读的是学位类还是非学位类的项目，当您申请毕业工签时，您的英语或法语的听说读写4项能力都需要达到 CLB 5级。目前加拿大移民部认可的英语考试有3种，雅思 G 类、CPA General、PTE Core。认可的法语考试有2种， TEF Canada、TCF Canada。这里我们就要说到第6大雷区了，等到毕业后再准备语言考试。
您最好在毕业前就提前考出需要的语言等级，因为毕业工签的申请时间是有限制的，您最迟需要在毕业后的180天内申请毕业工签。而如果您想在等待毕业工签的同时，也可以合法的在加拿大工作的话，就需要更早的提交毕业工签的申请。我马上会给大家解释申请时间的这一方面的要求和限制。语言考试的成绩的有效期是2年，只要在移民部收到您的毕业工签的申请的时候，您的考试成绩是2年内考出来的，都是有效的，所以大家可以提前准备语言考试。现在我们来说一下申请毕业工签的时间上的要求。您需要在毕业后180天内递交毕业工签的一个申请。180天从什么时间开始起算呢？从您收到学校开具的官方的确认您完成学习的证明信 official letter， 或者是收到最终的成绩单 official transcript， 或者收到毕业证书为准。实践中您收到的这3份文件的时间大概率都是不相同的，那么以最早收到的那一份文件的时间为准。我们在视频开头的时候也提到，截止到本视频制作的时候，加拿大的移民部的工签审理的时长是117天。那么如果您想在毕业工签下来前就开始合法工作，您就需要在学签有效期内去提交毕业工签的申请。怎么知道您的学签的有效期呢？加拿大移民和难民法规第222条第1款规定了学签失效的4种情形。我们在这里主要讨论的是其中2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您的学签会在您的学签纸上标明的有效期截止日期 expiry date 这一天过期。第二种情形是您的学签在您完成学习项目后90天后过期。这2个时间以较早的时间为准。如果您的学签的有效期早于您学习项目正式结束的时间，那么您就需要在学签失效前去续签学签，才可以继续合法的学习，维持申请毕业工签的资格。如果您的学签的有效期晚于您的学习项目正式结束的时间呢？当你的项目结束后，您的学签最多会继续有效90天。如果您计划在提交毕业工签后就可以合法在加拿大工作，您必须在学签的有效期内递交毕业工签。这样的话，当您满足其他的条件，例如您的学签纸上注明了您在学习的时候是有权在校外工作的，您以前也没有超过加拿大移民法对工作小时限额的规定，那么根据加拿大移民和难民保护法规186条下的 W 项的规定，当您一提交毕业工签的申请，就可以在加拿大合法的工作，边工作边等待毕业工签的结果。如果您在申请毕业工签时不满足上述的情形，那么您就需要等到您的毕业工签获批后，您才可以开始工作。如果你没有办法在学签有效期内去提交毕业工签，除了不能边等毕业工签边工作，而且您还需要在学签失效前转换身份，以合法待在加拿大，或者在身份过期的90天内递交恢复身份的申请 Restoration Application， 才可以继续合法待在加拿大。我们在上一期视频更详细的聊到了 Restoration Application 以及如何在加拿大转换身份，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第8大雷区也是大家很容易踩的雷区，就是当学习项目结束的时候，您没有立刻停止工作。我们刚刚提到，当您在学签有效期内去递交毕业工签后，就可以合法在加拿大工作了。但是当您课程结束后提交毕业工签之前，您是不可以像上学期间一样兼职工作的。事实上，当您课程结束后，您应该马上停止一切工作，直到您在学签有效期内递交了毕业工签的申请后，才可以重新开始全职工作。那么什么时候算学习项目正式结束呢？根据加拿大移民部的解释，当您首次收到学校发放的以下3种文件中的任何一种文件的时候，就可以视为您的学习项目结束了。1. 确认您完成学习项目的证明信 Official Letter of Completion。 2. 成绩单 Transcript。 3. 学校发送的 email 告知你已经完成学业。最后我们来说一下您的毕业工签有多长的有效期呢？我们前面提到，您的学习时间必须达到8个月的最低要求。如果您在魁北克省，则必须达到900小时的学习时间，这是门槛要求。那么当满足了门槛要求后，
不同的学习项目、不同的学习时间可以让您获得1到3年的有效期的毕业工签。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不同的学习项目下相对应的毕业工签的有效期。2024年2月15日开始，如果您来加拿大读的是硕士学位，而且这个课程的全职学习时间持续满8个月，您就可以获得3年的毕业工签。其他学历学位呢，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硕士学位，通常来讲您的毕业工签的长度和您所学的学习项目的长度是一致的。例如，如果您完成的是一个持续9个月的学习项目，那么加拿大移民部可能会批给您9个月的毕业工签。当您的学习时间满2年，通常来讲加拿大移民部会批给你3年的毕业工签。如果您完成了1个以上的学习项目，你可能可以合并这些学习项目的时间，用来申请毕业工签。只要您所合并的这些项目满足以下的要求：一、您完成的每一个学习项目都是符合申请毕业工签资格的学习项目；二、这些项目的全职学习时间都满足8个月的时间的要求，并且3、您没有申请过毕业工签。因为还记得吗？毕业工签一个人只能够申请1次哦。这里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关于学习时间的计算，通常只有在加拿大学习的时间才会计入毕业工签的有效时长。例如，如果您就读的是中外联合教学的项目，一部分学习在中国，一部分学习在加拿大，那么只有在加拿大学习的这部分时间才可以算作是符合申请毕业工签资格的学习时间。当然，凡事都有例外，在2020年3月至2022年8月31日期间，也就是疫情最严重的期间，您在加拿大境外在线学习的时间也是符合申请毕业工签资格的项目时间的，也可以计入毕业工签的有效时长。好了，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我们详细梳理了毕业工签的申请要求、申请时间、有效期以及8大需要避免的雷区。当然，这些都是普适性的、一般性的内容，不构成对任何个人单独的法律意见哦。希望对您有帮助。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You're some kind of butterfly. Baby, you give me midnight. You whip up my appetite.